大家好，这期节目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在淘宝零成本或者只要10块钱就能开始创业或者赚钱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也叫虚拟商品赚钱。影片会介绍这种方法是否可做，大概能产生多少利润，还有起步需要成本有多少，然后会介绍实操上面主要的问题，包括货源、开店素材、开店成本，然后这种赚钱方法在经营上有哪些问题，最后针对经营上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。废话不说，这里直接而进入主题，什么都不说，收入才是王道。我给大家展示下收入吧。这个项目我是在2021年8月份操作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收入是2930块，订单是496笔，显示订单均价是 5.91。这里是一家店的收入。看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会问，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不继续操作下去？嫌钱多吗？这是这个赚钱方法的问题所在，后面我会详细讲解，并且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措施。首先我们先来逛下店家，我们来到淘宝，搜索 BBB， 这里不要说出来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提供商，而且非常多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市场非常大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不买这个的买，一般人相信都只能玩毛线了，特别是学生，当然不排除高富帅白富美了。不说学生，计算是打工的人，估计一般的月薪都没了。按照国内的薪资来看的话，所以这种需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。这里我们只谈论怎么赚钱，不扯远了。好了，我们看下第一家店，价格 5.8， 我们算它6元吧，然后每月销量是2000多，那我们能大概估算它的月收入是多少，至少也是12000了吧，这利润够可观了。那么它的成本又是多少？可以告诉你是0。这里肯定有很多朋友会说，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个量。那当然，毕竟搜索排名第一只有一个嘛。其实这个不一定要排名第一才能做到。影片后面我们会说这个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进店看下，这里我们说下货源问题。货源的话，其实这些搜索出来的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货源，其实就是一单的价格。我们这样买了一单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无成本的重复卖出去，而且这种虚拟产品都是没运费的。加上现在国内在家隔离的情况，如果你想赚钱的话，真的可以尝试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免费获得一份的话，也是有方法的，只是必须要会点键法。这里非常不建议，你可以找到可以一个商家，你跟他说我公司电脑需要安装，但是电脑不一定能装上，然后拿到货后，你跟他说不能用，需要退货。这种方法太损了，再次说明不建议甩，因为当时开店的时候就遇到这种人。然后选货源的店，你要看清楚它的产品是否包含所有版本全套软件，特别是苹果电脑，在 M1、M2 芯片上的适配版本是非常多需求的，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覆盖不全退货，还有就是软件不能免费使用导致退费。然后就是货源店最好选择网页下载的，而不是网盘下载的，特别是多盘等，那速度真的是没法比，而且对于成交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种软件一般都是上3到4 G 左右的软件，客户肯定会优先考虑下载快的。当然货源店网盘和网页版本越全越好，因为网页可能会被封，但是网盘的你可以保存到自己的网盘，这样可以以防网页下载不能用时候，网盘能撑起一部分业务。还有就是如果商家有送一些插件视频等，那就更好，后面对于提高销量有帮助。当然你也可以将插件叫成视频，作为用户好评确认的一种方式，特别是一些用户为了获得这些赠品会心急的确认收货，这样又能保证订单成功交易，又能提高商店排名。好了，
货源商家选择就说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说下网点搭建的素材要怎么搞。这个其实完成可以做到免费哦，只要挑选几家商家，综合参考，然后借鉴他们的文案，包括标题还有展示图。标题的话最好选择排名靠前的几个商家，然后混合。展示图也是同样道理。网点搭建这里就不多说，搜索引擎出来一堆教程，值得说明的是展示图要说明是否全套软件，对于平台的支持是否包括 Windows 还有苹果，还有是否免费使用，同时还有是否包含不同年份的版本，发货时间是否支持自动发货等。参考多家商家的展示图设计就行了。然后价格的设计上，你可以设计是特价，这样做的意义是系统会优先推你的产品，而且客户看起来会比较倾向于有优惠的产品。然后你可以设计5块卖一款，9块卖全套的营销策略，或者9块钱可以送赠品等，再或者你可以协助安装。当然你也可以参考其他优秀商家的营销策略，如果你能将价格调高的同时能让顾客买单，那是非常给力的，收入会成倍增加。还有就是店铺运营商的一些建议，首先强烈推荐使用自动发货的插件，还有对于客户经常问的问题总结起来，然后用常见问题的方式列在客服对话框。这是因为这种虚拟软件是拼销量的，一天订单可以上800都有可能，这样客服还有发货的操作会非常多。亲身经历这些工具的优化，会避免你被售后客服逼疯。最后我要回答一开始说的这种店铺为什么那么赚钱还不常做下去呢？其实不是不常做，而是没得做。因为我们做这种免费的产品，肯定损害了原产品的或者公司的利益的，人家肯定不爽，毕竟人家投资了那么多钱进去研发，最后被你偷走卖钱，所以一旦他们投诉，我们的店肯定的关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不常做的原因。说到这个问题，有些顾客如果要退款的话就退吧，不要缠着。如果投诉你的商家的话，你就没法常做了，还是赚钱要紧，和气生财。说到这里，必须强调最好使用小号就行操作，不然到时候自己常用的淘宝号被封了肯定会很麻烦。说到小号这回事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提高收入的好方法，同时间也是保证收入稳定性的一种电商常用的方法。高级的叫法叫做航母或者矩阵。我们回到搜索结果界面，可以看到很多相似的商店，这些说不定都是同一个人的小店。当然这些是你已经对这个方法的运营非常成熟了。对于封店这件事，比较高级的做法是搭建自己的网店或者网站，然后通过淘宝或者百度贴吧或者微信公众号的方式进行引流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再担心网店被封的情况，当然坏处就是没有淘宝的巨大流量。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卖这种虚拟产品的店入担保金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号迟早被封的，所以没必要担保。那么有朋友就会担心，如果没担保的话，万一前店被封了，钱被冻结了，会不会导致无法到账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肯定会到账，最多只是延缓了。这些都是实战出来的经验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就是网店开张的第一二单，可以使用自己的小号大成交易，这样在接下来的最多1周内就会有单进来了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。这个频道主要讲网络赚钱、境外银行汇款和加密货币相关的一些内容。如果你有想看的节目或者有问题可以留言，喜欢的朋友请订阅、点赞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